如果你有在努力健身，你一定懂那种成就感，身体线条练得越来越漂亮，体脂也降了，衣服穿起来也有型。可是每次照镜子，视线还是会被同一个地方吸走，那就是我的下颚线在哪里。于是你开始认真地研究那些健脸网红，想知道为什么他们都可以练得很立体，甚至还下载了专门训练下颚线的 APP， 每天咬橡皮球咬得满头大汗。刚开始还挺有动力，但1年过去了，咦，怎么练了半天看起来还是像只水獭？到底是我不够努力，还是这件事根本就是智商税？你好，欢迎回到元气医生频道，我是马永昌医师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们想跟大家解答为什么 Mewing 练不起来。我们要先从解剖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Mewing 失败的原因。下颚线不够明显或练不动，几乎都不是没练的问题，而是下面这3个因素。第一，舌头活动度不够。很多人练 Mewing 都有一个状况，舌尖顶得到上面，但舌背就贴不上去了。一用力的时候，嘴巴就闭起来了。这通常不是技巧的问题，而是舌头本身活动范围受限。例如舌系带过短，限制了舌头无法顶上颚。要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舌系带过短呢？第一个测验，先把舌尖顶在门牙后面，接着嘴巴张到可以放进3只手指的宽度。注意，不要一张嘴，舌头就掉下来。第二个动作，把整片舌头贴往上颚，特别是舌背的后半段都要整个贴上去。第3个动作，把舌头伸出来吐舌头。照镜子看一下，如果你看到舌尖凹下去了，或者像爱心一样，或是舌头伸不出去，这就是舌系带过短的特征之一。这3个测验里面，只要有2个你无法做到，或者是很卡，你就要考虑找专业医生来帮你评估。第二个失败的原因不是你的舌头问题，而是上颚地基太窄了。当上颚地基太窄，你练 Mewing 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感觉，舌头很难完整的平贴上颚。而且上颚太窄，也代表了楼上的鼻腔也很窄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容易因为鼻呼吸阻力大，变成了口呼吸模式。这就是我们常在说的鼻上颚复合体发育不良。这一点也正是 Dr. John Mew 被质疑过度夸大 Mewing 效果的主要原因。Mewing 并不是网络传说，只是有些人基础生理结构受到了限制，所以他才练不起来。最后也是很常见的因素，就是你的下颚骨发育不良，所以你不管怎么练都很难有效。这也解答了许多人的疑问：我体脂不高也不胖，为什么没有下颚线？下颚线的本质是下颚骨的骨头边界，如果下颚很小或下巴很短，骨架自然就撑不出脸型的立体感。所以不管你再怎么练舌头，或者是降体脂率，都是没有用的。对于骨骼发育不良的问题，特别是生长发育已经结束的成人，改变舌位的效益比较有限。那如果你已经成年了，该怎么办呢？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，先回到你点进这部影片的底层逻辑。下颚线对你而言是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执着下颚线？研究发现，女性在评估男性的吸引力高不高，有没有男人味时，视线会特别停留在下巴这一带。下颚骨发育良好，下颚线较明显的男性，更容易被女性在第一印象中评为有安全感、比较可靠的人。而下颚骨的发育的确受到睾固酮，也就是男性荷尔蒙的影响。下颚骨快速发育的阶段，正是在12到18岁之间，也就是男性从青春期少年转变为成人的信号。这种有棱有角的轮廓是视觉上比较 man 的讯号之一。另一篇令人下巴掉下来的研究，同样也证实了这件事。研究发现，对于青春期发育较迟缓的男孩，如果给予睾固酮补充，竟然可以诱发颅眼尺寸出现追赶式的生长。因此，当女性看到男性时，大脑会在极短时间内评估异性的吸引力，特别留意能代表力量与成熟度的外显讯号。也就是说，清晰的下颚线代表了这个男性有着较强壮的骨骼发育，用骨架成熟度作为判断是否具备保护与承担能力的生理线索。演化上会使女性自然注意到这些讯号，并不是因为女性比较弱小，而是因为她们在演化上承担了更高的生殖风险与机会成本，所以她们必须更小心。那好，正知道了，接下来我该做什么呢？如果你是第一种人，舌头活动度受限，顶得到却撑不住，这样子的人通常舌系带太短，特别是有着爱心舌的人，你就不用继续死磕硬练了。你需要的是先把舌系带松开，例如用水雷射，才能够继续做 Mewing。如果你是第二种人，也就是上颚太窄，舌头无法平贴上颚，睡觉会打呼，早上起床口干舌燥等，那你的问题就不在舌头，
而是鼻上颚复合体的发育不良，可能要考虑骨性扩弓。骨性扩弓能把鼻上颚复合体做3D 的扩张，让你的舌头能顺利平贴。更重要的是，上颚扩弓也同时能够扩开你狭窄的鼻呼吸道，让你摆脱口呼吸的恶性循环。最后一种人就是下颚骨发育不足。如果你下颚本来就后缩，下巴短，你也已经过了青春期，对于这种状况，我只能老实告诉你，舌头训练不会帮你长太多骨头。如果美观或打呼已经开始对你造成明显的影响时，唯一能造成明显改变的，就只有正颚手术了。今天这支影片不是要否定 Mewing， 只想告诉大家，当你 Mewing 卡关的时候，不一定是做错了，而是你的结构限制。希望能够帮助大家了解自己本身的条件，你才不会白白努力，越做越挫折。如果你不确定自己的牙弓到底算不算窄，现在就拿起手机，点击说明栏的连结预约咨询，或私讯输入关键字上颚扩弓，我们就会先传一份自我评估表给你参考。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我是马永昌医师，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